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洗衣机柜设计技巧。总体我们会分为多个点，一个是洗衣机位置的选择、洗衣机尺寸的预留、水槽位置选择以及尺寸规划、包管的尺寸规划、石英石台面的切角与水槽尺寸位置、顶柜避让晾衣架、柜体开孔走管道。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后期要做一个洗衣机加水槽柜的一个组合柜，那现场已经是铺完砖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洗衣机柜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点。将我们的现场用软件还原。首先确定一下洗衣机摆放位置。洗衣机的摆放位置最好是后面没有进水口和下水口，否则我们的洗衣机会与后面墙留空太多的距离，洗衣机会突出我们的柜体，或者我们的柜体过深，导致整个体积过大。所以我们会选择水位电位少的地方放置洗衣机，如图可以放置整个墙体的右侧。好，洗衣机的种类有很多，分别有单洗衣机、洗烘一体，这两类都是单个的。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洗烘套装，一般是堆叠形式的。那前两类我们只要相应的留出空当，左右大概15毫米，上面也是15毫米，做一个洗衣机柜框架把它包起来即可。但是我们在洗烘套装时候要注意，它是堆叠形式的，单个洗衣机高度乘以2不一定等于我们这个堆叠后洗衣机的总高。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，在我们做这种堆叠形式的洗烘套装时候，需要注意寻找它的一个说明书，或者询问一下对应的客服，得到详细的一个数据，比如说宽度、堆叠后的高度以及洗衣机的深度，还要跟我们的客服导购确认一下它的一个安装空间具体是多少尺寸。特别是这种堆叠式的洗衣机，中间会有一个堆叠支架，那堆叠支架也是我们现场去安装。堆叠支架也可以是抽拉板形式的，也可以是纯支架。堆叠支架的厚度一般来说它会有3到40毫米的一个厚度，所以我们在计算堆叠式的洗烘套装时候，上下洗衣机高度各850，中间还要算上30或40的堆叠架的高度，总体高度大概在1740这样的一个高度。知道了我们这种洗烘套装注意点以后，我们最好再询问一下相应的负责人或者销售，看一下它的一个预留安装尺寸建议是多少的。比如说像这一款堆叠式洗烘套装的话，它的宽度安装的一个内空宽度最好是625，深度是660，高度是1740。确认了预留安装尺寸建议后，我们可以算一下，比如说洗衣机本身的宽度是595，那它建议预留625，说明洗衣机跟我们侧板之间各留15毫米。这样的话，洗衣机柜内空宽度是595加30等于625。那洗衣机柜的外径就等于625加上两边侧板，可以各算20，总共洗衣机柜的外径是665这样的宽度。好，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堆叠式这种洗衣机上面是否要放这种裤架类型的，方便后期拿取挂靠衣服的。那也要详细的一个参数要有到。这个抽拉式裤架的话，高度是80的，我们后期除了堆叠式洗衣机本身的高度，再留一个80的空间放这个裤架。另外再加上我们本身洗衣机柜顶板的厚度是8，还不要忘了我们的洗衣机跟裤架之间最好也留一点距离，大概留个5毫米。所以这多个尺寸算下来，我们整体洗衣机柜的高度应该做到1843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洗衣机柜本身尺寸的确认，对于我们整体的洗衣机水槽柜非常重要。只有把它尺寸确认好以后，才能去做旁边的柜体和顶上的顶柜。